大家好，我是瓜皮儿。本期带来《哈利波特》第7期《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》上。邓布利多逝世之后，斯内普成为了霍格沃兹新任校长。他背负着所有骂名，潜伏在伏地魔身边。哈利是伏地魔唯一的障碍。他召集所有人商讨着伏击哈利的计划。斯内普抛出了一枚烟雾弹，告诉了他们哈利的假信息。而伏地魔想要亲手干掉哈利，就必须克服法杖的问题。鸳鸯法杖不能互相伤害，于是他借走了卢修斯的法杖。世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灾难，食死徒四处杀害麻瓜家庭。赫敏为了保护父母，抹除了他们关于女儿的所有记忆。三人踏上了摧毁魂器的路途。凤凰社想要转移哈利，就必须躲过所有食死徒。疯眼让所有人喝下了变身药，统一变成了哈利的模样。唯有一位叫做蒙顿格斯的人极其的不情愿，也是辛苦演员丹尼尔了。出发后，所有人分头行动，由海格骑着飞天三轮护送真正的哈利。刚刚起飞，就遭到了一大批食死徒的进攻。老司机海格靠着一手逮虾户冲出了重围。此时，哈利的宠物海格威也替他挡下了索命咒，也因此将真正的哈利暴露了出来。伏地魔亲自杀向了哈利，法杖启动了超级瞄准，自动回击了伏地魔，将卢修斯的法杖打得稀碎。两人有惊无险地赶到了罗恩的新家。这场袭击，疯眼当场去世，他们中出了叛徒蒙顿格斯。第二天是罗恩家老大的婚礼，哈利和金妮的感情也越来越深。不得不说呀，罗恩的哥哥神似一只耳。魔法部长找到了哈利等人，邓布利多临终前为3个孩子立下了遗嘱，他将熄灯器留给了罗恩，希望能给他带来光明。留给赫敏的是一本故事集，希望他能从中得到乐趣与启发。最后留给哈利的是当年拿下的第1颗飞贼，并且将格兰芬多宝剑赠予了哈利。可惜的是，宝剑至今下落不明。婚礼上，大家享受着这一刻珍贵的时光。哈利也认识了卢娜的父亲洛夫古德。突然收到一条信息，伏地魔杀死了魔法部长，并掌控了魔法部的大权。食死徒紧接着袭击了所有人。赫敏带着罗恩和哈利立刻逃离了现场。此刻刚好是哈利的17岁生日，三人躲进了凤凰社总部。哈利在梦境中看到了伏地魔在寻找最强的法杖。醒来后，三人发现了小天狼星弟弟的卧室，而他的名字缩写就是 RAB。 正一筹莫展的时候，他们抓住了小天狼星的精灵克利切，并询问他真正的项链在哪里。得知拿走项链的人正是蒙顿格斯，他命令克利切把他活捉回来。此时的哈利已经成为了魔法部的通缉犯。赫敏猜测飞贼里肯定藏了什么东西。还没说完，克利切和多比一起把蒙顿格斯抓了回来。多比偶遇了克利切，得知事情后立马选择帮助了哈利。大家一顿逼问后才了解到项链已经跑到了剑粉的手里。三人服下变身药后溜进了魔法部，哈利当场打晕了剑粉，抢走了项链。逃跑时，罗恩被敌人干扰，导致传送后被分体。赫敏及时治愈了他的伤口，但罗恩因此变得异常虚弱。设下结界后，三人开始尝试摧毁项链，可是不管用什么咒语都无济于事。哈利只得把项链戴在了自己的脖子上。梦境中，哈利看到了一位帅哥偷走了一个法杖，而项链严重影响了哈利的心智，让他变得异常暴躁。交给罗恩戴上后，三人开始出现了信任危机。罗恩吃醋他们两人走得太近，开始变得自闭。他没日没夜地收听着收音机里遇难者的名单，生怕自己的家人有任何闪失。突然间，赫敏想通了一切。曾经哈利利用毒牙摧毁了伏地魔的日记，而哈利砍死巨蛇时，刚好格兰芬多宝剑沾了毒液，只要找到宝剑即可摧毁魂器。还没说完，罗恩拉了闸，各种压力让他爆发了小宇宙，嘴抽了2个人之后夺门而出。赫敏赶快追了上去，把门夺了回来。罗恩退出了游戏后，只剩2个人，任务变得更加困难，于是他们跳起了舞，但没有解决任何压力。突然，哈利亲了一口飞贼，上面显示出了一行字儿：我将在结局时开启。此时赫敏也有了新的发现，一个奇怪的符号画在了故事集当中。2个人来到了哈利的家乡，看到了哈利父母的墓碑。赫敏贴心地弄出了花环祭拜。此时他们发现有人在暗中观察他们，一路跟到了老人的家中，但这一切都是陷阱。他们遭到伏地魔的宠物纳吉尼的袭击，幸运的是2人平安逃脱，但哈利的法杖断成了2半。守夜时，他看到了和妈妈一模一样的守护人，那个人就是斯内普。追了上去之后，找到了藏在湖底的宝剑。哈利脱了裤子跳了进去，拿了宝剑，差点被项链淹死。好在罗恩及时赶到，把他救了上来。哥俩啥也不说，直接打开了魂器。魂器展示了罗恩心中最大的恐惧，可惜啊，他招惹的是护旗狂魔，一刀下去成功摧毁了第3个魂器。罗恩是通过熄灯器找到2个人的，
又通过一波花言巧语哄好了生气的赫敏，而且他替哈利拿到了一根替换用的法杖。三人又来到了卢娜的家中，但卢娜已经被食死徒抓走了。通过卢娜父亲洛夫古德，他们才得知神秘符号代表的就是魂器。从前有3个兄弟在黄昏时赶路，他们遇到了一条河，于是施法造桥打算过去。死神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，见自己的陷阱没有奏效，死神便准备满足他们3个愿望。老大得到了一根天下无敌的接骨木法杖，老二得到了令人起死回生的复活石，而老三要了一件可以平安过河的隐形斗篷。不久后，老大因膨胀惨死在床上，法杖也被神秘人偷走。老二没有复活死去的爱人，选择了上吊自杀。只有老三凭借隐形斗篷躲过了死神，并将斗篷送给了自己的儿子，自己心甘情愿地离开了人世。法杖、复活石、隐形斗篷就是3个魂器。传说得到这3个魂器就无人能挡了。临走前，洛夫古德请求他们救回卢娜。话音刚落，食死徒就袭击了房子。原来是洛夫古德为了女儿出卖了哈利3人。被食死徒追击时，赫敏下咒扭曲了哈利的五官，以便敌人识别不出身份。昏迷前，哈利再次看到了伏地魔。偷走法杖的神秘人就是邓布利多的老相好格林德沃。他将世上最强的接骨木法杖送给了邓布利多作为定情信物。3人被抓到了食死徒的总部，并要求马尔福识别此人是不是哈利。马尔福一眼就认出了他是哈利，但是他没有告诉任何人。当他们发现宝剑的时候，情绪变得异常暴躁，把哥俩关进地牢。卢娜和不少人都被关在了这里，留下赫敏独自审问。宝剑本应该藏在他们的仓库中，却不知被何人偷了出来。那个人就是斯内普。哈利此时对着碎镜片祈祷，多比立刻出现来保护哈利，并且前后花了10秒钟解决了所有麻烦。不得不说，多比才是哈利波特系列里的爸爸。食死徒用赫敏的命来威胁2人，却被多比砸成了弱智。临走前，哈利抢走了马尔福的法杖。多比告诉他们，我并不想杀人，只是想把你们都弄成残废。待哈利等人逃跑时，多比不幸被匕首刺中，奄奄一息时，就连赫敏都无能为力。他倒在了自己的好朋友哈利的怀中。哈利给了他自由，他给了哈利生命。而伏地魔刨了邓布利多的坟，拿走了天下无敌法杖。BGM 起。目的是多么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了，欢迎关注订阅瓜皮的栏目，下一期进入最终篇《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》下。